结束前2天金门之旅，接着这次的厦门之旅，为期5天的行程。我们傍晚抵达五通码头，这里是小三通的重要门户，离金门很近。这段航程其实非常快，大约半个多小时。厦门高楼林立的天际线就已经清晰可见。下船后，先去办了大陆的门号，并买了云水谣古镇1日游行程。7点10分抵达云瑞酒店，入住稍稍休息后，租个共享单车，骑去附近的民发广场，吃一顿海鲜大排档，用一顿道地的海味，为厦门之夜拉开序幕，是最棒的选择。隔天早上前往厦门驿政务便民服务站申办临时驾照，填好申请资料后，看1小时交通宣导即可领取。办好校期1年的临时驾照后，从中午12点半到晚上7点半，我们都泡在首家健康会所，享受各种推拿 SPA 与自助百会。4日清晨参加云水谣古镇土楼1日游，一路上领队在车上除了介绍景区的故事，更卖力介绍在地名产与特色产品，一路都没停过。唐也行嘛。什么？你说还讲客家话呢？你会说客家话？是以前吃过领队在车上一直强调不好吃的土楼特色餐后，换在地的导游做景区的深入介绍。一进景区，迎面而来的就是古朴的石板路，与远处巨大的方形与圆形土楼，仿佛瞬间穿越回了几百年前的农耕时代。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的所在地。我们走了经典路线，先看到了怀远楼，建于1905年清代光绪年间，是双环圆形土楼，保存得非常完好。怀远楼被称为建筑最精美的土楼之一。客家土楼最大的特色就是防御性极强，外墙厚实底层墙厚达1.2公尺，具备极强的防御与抗震能力。这些土楼的外墙用红壤、石灰、糯米和红糖混合夯筑，坚固异常。怀远楼的外环建筑高4层约14.5公尺，每层有34间房，全楼共136间。底层为厨房，2层为粮仓，3、4层为卧室。家族几百人同住一楼，体现了强大的宗族凝聚力。主要家族姓氏为简姓，导游是土生土长在土楼的人，所以他也是姓简。目前怀远楼还是有人居住，所以游客禁止上楼参观。而1楼及走道则大都改为店铺，多了些许商业气息。参观完怀远楼，沿着石板路悠悠晃晃，接着到中兴楼。中兴楼是少数经过规划，允许游客实际走到上层的土楼。中兴楼高4层，当你沿着木造楼梯登顶，站在4楼长长的环形木造走廊上，可以由高处俯瞰整座土楼内部的建筑结构。若往外看，还能将云水谣古镇的乡村风光尽收眼底。中兴楼内部已转型为土楼文化展示与营造记忆馆，常年展出客家人的传统生活器物与历史。楼内展示了许多客家人古早的农具、服饰、生活器皿。庞府走入历史时光隧道，楼内还设有独特的瓦猫、屋顶辟邪物展示，各种憨态可掬。造型各异的陶瓷瓦猫非常具有闽南地方文艺色彩。云水谣这个名字很美，但它原本叫长教村，是因为电影《云水谣》再次拍摄才改的名。我们的游览路线沿着长教溪，
这条溪流近年因为观光发展，被赋予了浪漫的名字，叫云水溪。溪边有13棵千年古榕树，树荫下是鹅卵石古道，风景非常诗意。沿着溪畔漫步，最吸睛的就是那一棵棵巨大的千年古榕树群，枝繁叶茂，彷佛巨大的绿色保护伞。我们小心翼翼跨过跨越横亘的汀步桥。汀步桥有琴桥，行其4钢琴的琴键配合潺潺流水，因此在现代旅游文学中也常被浪漫地称为琴桥。溪水旁还有巨大的木质老水车，在溪水的拍打下缓缓转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阳光透过树叶洒在鹅卵石古道上，这里的慢节奏让人忘却了所有都市的烦恼。漫步云水瑶溪畔，溪水悠悠流淌，映照着蓝天与绿荫，也映出岁月静好的模样。岸边，一位老翁独坐岩石，静静垂钓，不疾不徐，彷佛等待的不是鱼，而是一份心境。几只鸭子悠然戏水，清脆的鸣叫声为宁静添上一抹生气。古朴的闽南建筑依水而立，千年巨榕舒展浓密枝叶，将光影洒落河面。微风吹拂，涟漪轻泛，时光彷佛也放慢了脚步。走在这片山水之间，才明白最动人的风景，不只是眼前的溪流、古树与老屋，更是那份远离喧嚣、回归初心的从容与安然。以上是我想象，当没有那么多游客的时候，或许是宁静的清晨时分，亦或游客散去的傍晚时刻，应该是这个心境。导游时时贴心提醒，注意踩稳脚步，不要边走边拍照。注意下脚下。最后参观和贵楼，它建在沼泽地上，用松木打桩，像一艘大船漂浮其上，却稳固了270多年，非常神奇。所以这座土楼被称为天下第1奇楼。楼内有阴阳井，2口水井，水质一清一浊，至今仍是未解之谜。那讲闽南话啦，迄个都厝这。我们的云水瑶谷镇一日游在下午4点30分结束。傍晚7点回到繁华热闹的厦门市区。我们在中山路下车，
去了百年中山路步行街，这里骑楼林立，充满南洋风情。晚餐吃了小龙虾、蟹黄汤包，当然冰凉的啤酒是一定要的。悠闲漫步百年中山路，在另一家餐厅品尝了道地的非遗姜母鸭，用美食为充实的一天画下句点。第4天的行程主要是秦岛鼓浪屿漫步、南普陀寺祈福与鹭江海上盛宴。为了避开假日人潮，订了较早的船班，所以清晨6点就搭网约车从酒店出发前往鼓浪屿。厦谷东渡码头是游客最主要的出发码头，航班最多，可抵达三秋田码头或内厝澳码头。鼓浪屿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热门旅游景点，船班几乎班班客满，即使是一早的航班也早就排满了准备登船的游客，所以强烈建议提前在官方屿间厦门小程序上预订，航程时间大约20分钟即可抵达三秋田码头。当渡轮缓缓驶离热闹的厦门本岛码头，随着引擎的低鸣与破浪前进的阵阵浪花，海风迎面扑来，吹散了都市的繁杂。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面，视野逐渐开阔，远方那座被绿树与红瓦老洋房覆盖的海上花园在海雾中若隐若现，心中的期待感便油然而生。这座钢琴之岛没有汽车，步行是唯一的方式。首先穿过著名的龙山洞，这是一条长长的防空洞隧道，走在里面非常凉爽。随后我们避开人潮，沿着富有文艺气息的比山路漫步。登上观彩石，或称月光岩景观台，这里是岛上一处非常经典的隐藏版秘境，保留了难得的清幽，几乎没有密集的旅行团喧嚣。登上观彩石景观台后，视野豁然开阔，凭栏远眺可以享受360度无死角的观景视角，不仅能俯瞰大半个鼓浪屿错落有致的红瓦绿树，还能远眺对岸的海沧港以及厦门本岛的现代天际线，观赏沿途独特的彩石与各式各样的老洋房。鼓浪屿因为历史上曾是公共租界，留下了13个国家的领事馆和风格各异的异国建筑，因此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接着走到日光岩景区的西陵入口，购票入内参观。鼓浪屿最高点日光岩就在里面，朝着著名的日光岩拾级而上，偶有清风拂面，顿时凉意舒心，畅快无比。眼前这块耸立的巨石应该就是日光岩吧。顺住指示牌朝峰顶前进，在此处仰望巨石，颇有泰山压顶之势。
日光岩是鼓浪屿的最高峰，海拔92.7公尺，也是岛上的标志性景观。它有2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此地，认为这里的景色远胜于日本的日光山，于是将原本的晃岩拆字改名为日光岩。山顶有一个狭小的顶峰观景台，登上观景台可以360度遥看整个鼓浪屿的红瓦绿树，厦门本岛的现代摩天大楼如双子塔，远处的海景及周边岛屿视野极佳。在这里俯瞰着鼓浪屿全景，红瓦绿树与蓝天碧海交织，美不胜收。站在峰顶，凉风徐徐吹来，好舒服啊！此时飞来一只黑鸢，盘旋峰顶，好似跟我们打招呼般。这是日光岩的另一侧。当你一抬头，原本静止的巨石，此时彷佛拥有了动态的生命力。它那优美的弧度与层次，犹如一道被时间瞬间凝固在半空中的世纪巨浪。当我行走其下，这种以时代水的视觉错觉，会让人产生一种大潮即将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临界感，极具视觉张力。沿途还经过古避暑洞，感受海风穿堂而过的凉爽。如果说刚才在日光岩巨石下感受到的是大自然的视觉张力，那么走进古避暑洞，体验到的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奇妙体感。这是一处由几块从天而降的巨大花岗岩巨石，极其精巧地互相支撑、重叠而形成的天然石洞。走到洞口，一抬头就会看到两旁巨大的石壁架起头顶重达1000斤的巨岩，那种强烈的压迫感与泰山压顶的险峻氛围，让初次造访的我一边赞叹，一边忍不住加快脚步。厦门的夏天往往骄阳似火，但只要你一踏进这个石洞，周围的燥热会瞬间被隔绝在外。虽然它是个石洞，却因为结构特殊而显得明亮干燥，通风清爽。一阵阵清凉的山风在岩缝间搜寻，带走身上的汗水与热气。这种纯天然的冷气房体验，正是它避暑洞名号的由来。九夏生寒，古人将夏季的3个月，农历4、5、6月分为9旬，因此九夏是盛夏，酷暑的代称。而深寒意指，在这样烈日炎炎的酷暑之中，此处却能自然升起阵阵寒意，清凉无比。
摩崖石刻堪称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厦门与台湾近代史演进录。这里的花岗岩质地坚硬，却留下了从明代、清代到民国时期无数将领、文人、名流的墨宝。这些石刻不仅是书法的展现，更是当时人们登临此地时的心境写照。日光岩寺是攀登日光岩的必经之门，它不仅是一座香火鼎盛的佛寺，更是将闽南传统建筑艺术与岛上巨大花岗岩完美融合的空间奇迹。有3个最独特的亮点，非常值得细细品味。1. 鬼斧神工的一片瓦与天然石洞。2. 罕见的大雄宝殿与弥勒殿对合。3. 弘一法师的闭关禁地。离开日光岩寺，我们来到港仔后海滩。鼓浪屿周边海域禁止游泳，这里虽有热情的阳光与漂亮的沙滩，但没有比基尼。告别了那片泛着细碎金光的蔚蓝海面，踏上了走回三秋田码头的归途。这是一段虽然顶住骄阳，却走得无比悠闲，甚至带点探险趣味的漫步。纵使烈日当空，行道树的绿荫却在街道上撑起了一把把天然的巨伞，将滚烫的阳光揉碎成满地的斑驳光影。路两旁，一栋栋带有历史厚重感的老洋房交替出现，偶尔路过某个紧闭的雕花铁门。沿街的商铺里传来阵阵馅饼烘烤的酥香与手摇茶饮的清甜，是这座岛屿独特的市井活力在热闹的街道上展露无遗。行经八卦楼，随住脚步渐渐移向古兴路尽头与三丘码头一带，耳边热闹的市声逐渐被蝉鸣所取代。正是告别这座独特岛屿的时候，回到东渡码头后，走一段路到公交车站，我们搭乘公交车前往著名的千年古刹南普陀寺。这座寺庙紧邻厦门大学，背依秀丽的五老峰，是一座香火极其鼎盛的闽南佛教圣地。1点40分步入寺内，与鼓浪屿上小巧依山、随势而建的日光岩寺相比，南普陀寺展现的是一种大气、开阔的丛林格局。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刹，在依山傍海的环境中展现出独特的佛门意境与人文魅力。入寺先净身，是贪图甘露的清凉，亦是洗涤世俗尘世。先后参观了宏伟的天王殿与供奉千手观音的大悲殿。南普陀寺的建筑细节非常精美，屋顶上的剪瓷雕艺术色彩斑斓，寺院建筑群依着五老峰的山势层层递高，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悲殿、藏经阁依序排列在中轴线上，格局层次分明，气势恢宏。大雄宝殿前这2棵古树的枝干苍劲，叶片细密，它是罗汉松远看即像松树。在佛教文化中，罗汉松自古就有趋吉避凶、守护佛法之意。除了大雄宝殿前方的古罗汉松之外，在紧邻的大悲殿前阶梯2侧，也同样对称种植着2棵枝叶交错、无比巨大的菩提树。
菩提树像真觉悟，与大雄宝殿前的罗汉松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南普陀寺最著名也最具灵气的古树景观。在中轴线上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莫过于大悲殿，这是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纯木结构八角重檐建筑，造型极为精巧。殿内看架斗拱，层层叠叠，完全不用一根铁钉，展现了闽南传统木雕与建筑工艺的极致。殿内正中供奉着4尊千手观音菩萨，神态各异，庄严肃穆，是信众求平安祈福的核心圣地。南普陀寺前方的殿堂让人心生肃穆，后方的这片庭园则是将闽南的自然山水与禅宗意境融合的最完美的地方。随后我们沿着寺后的登山步道一路攀登五老峰万石山景区，沿途巨石叠嶂，古木参天。爬到高处，可以俯瞰整个厦门大学校园与美丽的海景。虽然流了不少汗，但视野极其开阔，身心灵都得到了净化。下方红屋顶的建筑群就是厦门大学校园。在中国流传，学在清华，玩在浙大，爱在厦大。据说是因为厦大校园很美，这样的学习氛围很容易让人陷入恋情。五老峰这座山因5座山峰在春季与初夏交替之际常云雾缭绕，远看如5位老人立于凌霄之上，完美符合古人笔下五老凌霄的虚无缥缈感。登山步道约20分钟到30分钟即可到达山顶，沿途大都绿荫蔽日，偶有烈日曝晒之处，沿路还能眺望厦门世贸大厦和远处的海景。山顶平台紧邻厦门园林植物园售票口，平台上有许多饮料贩卖机，游客可以在这里稍作休息，欣赏海天一色的美景。下山后，我们去了演武大桥观景平台，这里是欣赏海景和夕阳的绝佳位置。眼前这3栋造型奇特的高楼是厦门世贸海峡大厦，又称双子塔。另一栋如白鹭展翼的，则是厦门国际海湾酒店。双子塔是一座以风帆造型和3角梅元素为设计灵感的标志性建筑群，它与周边环境形成了有趣的视觉对话。建筑外观被设计成2片巨大的风帆，呼应了厦门作为海上之城的基因。同时，立面也融入了厦门市花3角梅、9重阁的形态，让硬朗的超高层建筑多了几分柔美的曲线。接着，骑共享脚踏车到和平码头，晚风拂面，海浪声与轻快的车轮声交织成最放松的韵律。沿途微风习习，远处鼓浪屿的轮廓在余晖中温柔浮现。一路与落日并行，随心踩踏间，便已轻松抵达和平码头。你已偏航向东南方，准备登船赴一场华灯初上的鹭江海上宴，真是好不惬意啊！鹭
江堰行船时间约70分钟，用餐的客人可提前1小时登船用餐。广告上说，怒江堰是将厦门最璀璨的海上夜景与闽南精致美食结合的最完美的经典体验。然而船上的餐点，我觉得称不上是精致美食，但这样的体验还是值得期待的。夜幕渐渐低垂，华灯初上，游船开始移动。当游船从和平码头缓缓驶离，两岸的灯光秀好似瞬间被点亮。站在开阔的露天甲板上，整座城市的夜色随着船只的缓缓推进，在眼前如画卷般展开。右手边鼓浪屿百年洋房，与日光岩在温暖的黄色泛光灯下显得古朴而浪漫，仿佛一座静止在时光里的翡翠小岛。左手边厦门本岛鹭江道的繁华霓虹，与双子塔巨大流动的灯光幕墙相映成趣。演武大桥如一条金色的长龙卧浮在海面上，展现出极具现代感的都市魅力。那恭喜我们拿到有干吃的朋友们啊！晚上9点，我们来到黄厝海滩，本想点个小酒点心，坐在沙滩上听着海浪声，来结束行程满满的一天。无奈刚才在船上已将肚子填到10分饱，再无多余空间来容纳更多美食了。第5日没有过多的行程安排，上午10点半从荣地前往五通码头，准备搭船返回金门。回顾这5天，我们办了门号、驾照，爬了山，看了海，逛了古镇与土楼，还彻底放松了身心。从现代化的市政服务到千年历史的古刹，从世界文化遗产到浪漫的文艺小岛，从特色美食到在地小吃，厦门的多元面貌让我们满载而归。我们下次旅行再见。